好，我们用的是这个达文西这个软体啦，那这个是免费的，所以你可以去找去下载。我们上礼拜有介绍，你可以去我们的影片看。好，它是免费的，它有2个版本，一个免费，一个要钱。那我们是用免费的版本，好，免费它的功能就很全啊，所以这个功能还蛮专业的一个影片编辑软体。不用啊，我们那个电脑上就有安装了，桌面上面就有，有没有？桌面那个，你就把它打开。打开之后，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好，这个画面呢，因为我们电脑每个礼拜你关机它就不见嘛，那怎么做？就是说它可以 export， 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天做的话，可以把它 export 出来。然后我上礼拜做的话，假设呢我是放在我的素材放在桌面上的这个影片素材这个资料夹里头啊，然后我上礼拜 export 的一个档案，我已经把它就是把它下载到这边。其实这个export 这个档案不一定要放在哪里的，然后我这边把它 export 到我们的桌面上了，你可以放在低潮也可以了哈。但是你这个影片素材这个资料夹一定要跟上礼拜同一个位置。像你这礼拜如果固定放在桌面上的这个资料夹里头，你下礼拜一定要开机之后你要把它回存到这里，它才会抓得到。它会记录它上次做那个档案，对，素材，就是说你今天做的影片、音乐、照片，你就把它统一放在桌面上的影片素材，名称要一样哦。下礼拜来，就是你等一下把这个资料夹里头的东西全部复制到你的随身碟，或者是复制到网络上，下礼拜再把它存回来桌面上的这个资料夹啊。你等一下就是用这个影片素材里头的档案来加到你的这个影片里头，那它下次你开的时候，它就会来这个资料夹里头找，所以它才会找得到。好，所以你的这个资料夹一定要把它复制下来。然后有一个专案档，project 档就是。我上礼拜已经有 export 出来了，那我等一下会再介绍怎么样 export。我们现在先把它 import 进去，好，所以我框这2个就是我们会用到的素材跟专案档，好，那我们现在开了之后呢，它已经忘记我们上礼拜的专案嘛，所以我们要把它 import 这个档案进来。那你这边有 import， 这边有 import， 那其实左边就是 export 了。所以等一下我们做完要下课之前，你要记得把它 export 出来，export 到你的桌面上，然后把它存到网络上。对，没有的话你就从头做没有的话你就选这个New Project。上礼拜你如果没有存的话，你就选 New Project。然后一样，你把素材先准备好在这个资料夹里头这2种状况。那我因为上礼拜有做，所以我现在用 import 方式。我等一下会从头做，我先教你们怎样 import 所以我现在就是选 import， 点下去，然后我去桌面上找这个嘛，对不对？桌面嘛，然后找这个嘛，对，这个档就是它了这个就是它，对不对？所以我就选这个，然后 open， 然后进来了，在这里，然后我把它点2下，把它打开。这是我们这个假设是上礼拜做的，我们上礼拜没有做那么多了，这是我后来补了一些东西啦。那这边就是我们用到的照片嘛，然后用的音效档嘛，然后我的背景音乐嘛，然后它就是它这个都有预览的效果就是像我在这边移动的时候，你看它有一条播放线，对不对？有没有看到我的游标？这个也是它会播放，有没有？它会看那个位置，所以这个算是很方便的预览的效果它会预览在这边。好，那我们今天就是等一下我会教大家怎么样做这个。这个是有一些我们上礼拜做，有一些还没做所以我现在先示范 import。好，我先把它关掉。你要关掉就是把它叉叉，这样就可以。好，那我们从头开始来，我们重建一个新的专案开始，所以我先把它打开。
好，那你专案的话，像你这个原来这个 default 专案没办法删除，啊，这个你不要去删除它，但是你后来建的可以删除。像我先把这个删掉好了，哈，按滑鼠的右键，啊，选 delete， 就把它删掉了，确定一下哈，你真的要 delete 吗？你就选 delete， 它删掉，啊，好，我现在建一个新的专案，然后你可以取一个名字啦，哈，比如说我就用今天的0530啊，0530啊 ，create。好，那进来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样一个画面。那第一步呢？第一步你记得，skip， 它应该是有新的那个啦，有新的版本啦。问你要不要更新啦，你就不要管它哈，就不要更新啊。那注意一下，你进来呢要注意你的编辑模式哦。下面这一排有一些按钮，这每个按钮就是不同的编辑模式。那它这个编辑模式的安排就是依照最专业的那个编辑的方式，比如说你要先准备你的素材，对不对？要先做预览的，就是有一些你可能拍的片子，有些头尾不要，你要去裁一裁，你要的要裁出来，裁出来之后呢，再把它整合起来。它整合起来可能要去调它的颜色啦，调它的一些这个特殊效果啦，然后音乐啦配之后，最后才把它变成成品。所以你专业的编辑的过程，它会把它做成下面这么多步骤，1、2、3、4、5、7个步骤。但是我们没有那么专业，所以我们有些步骤可以跳过去。所以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呢，就从第3个步骤这边开始编辑。好，前面2个，它预设会在这个中间第2个步骤，这个我们要把它点第3个 editor。好，上礼拜发现有些同学进来他就没有点，所以他就看到画面不太一样。你看到我现在切画面不一样啊，对不对？啊，你就看到为什么这跟老师教的不太一样？因为你切的模式跟我不一样。好，所以记得，你只要重新打开哈，就是切换到这个模式。好，才会看到跟我介绍一样的画面。好 ，OK 啊，这个要注意哦。上礼拜有同学就是还是忘记哈，这边我特别再提醒一下。然后我们切换到这个模式之后呢，就可以开始来做我们的影片。那影片一般开头会有一个文字啊，对不对？片头嘛，好，你是做片头。好，我这边介绍一下我的几个视窗。这个叫做 timeline。就是时间轴，这个是时间轴。那时间轴上面有一些控制钮。我看一下，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时间轴是下面这个，上面这个是播放影片预览的控制钮，这个不是啊。时间轴是下面这个，那上面有一些控制钮，这个等一下我会介绍在这里。然后这边就是时间，由左往右，那这边会有几秒，第几个 frame，这边会标出来，这个1不是1分钟哦，这个1就是，其实我不晓得1为什么会写在这边，它秒就是后面这个啦，倒数第2个数字，像这个是24秒啦，24每秒里头有大概24到30个画面，所以后面这个2位数字，它这1秒里头的第几个画面。这1秒里头的第几个画面，然后第2个2位数才是秒，所以像这边是24秒，就是影片第24秒的位置，然后前面当然就是从头0秒的位置了。好，所以这个是时间轴。那等一下我们会把影片跟照片跟音乐拖到这个时间轴来放。这个是 timeline， 就是我们会在这边做很多事情的地方。然后上礼拜有介绍到几个窗格。这3个是最重要的、最常用的。那第一个，这个 media pool 就是你拉进来的一些照片啊、影片啊、音乐啦，会放在一个叫你的 media， 就是你的素材啦、素材库啦。就是你反正拉进来，它会帮你加到这个素材库。然后 effect 就是你做一些特效，等一下我们做片头就是在 effect 这里头来做。
然后 inspector 就是你每一个加进来的素材，你可以调它的属性，啊，譬如说它的缩放啊，它的透明度啊，它的转动的角度，全部在 inspector 这个窗格里头来调。所以这3个窗格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会用到的3个窗格，啊。好，那你窗格可以打开，像这个把它打开，点一下它就打开了，这个就是 Media Pool。啊，那你再点一下它就缩起来，我再点一下哦，它就关起来。好，那你打开的时候呢，它有可能会占到 Timeline 的位置，所以 Timeline 就会往右边缩放，对不对？然后你也可以按这个按钮去调整它要不要占到 Timeline 的位置，有没有？我现在点这个按钮。好，这边有个按钮，右边也有一个哦。左边、右边各有一个，那左边是控制左边这个窗格，右边是控制右边的窗格，好，但是它功能一样。我再点一次给你看啊，好，这样的话它就缩一半，哦，就变成这么大，下面 timeline 它就不会去占到它。那我如果再点一次的话呢，它就会拉得比较长 ，timeline 就会被占大位置，好，所以这个是调整这个窗格到底要不要往下延伸的一个按钮，控制钮。好，因为每个人，因为有时候你里头东西很多，它就会需要比较大，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啦。好，这是 Media Pool， 就这个哈 ，Media Pool， 我们现在还没加嘛，所以里头是空的。然后 Effect 就是一些特效，好，有没有？我打开，那特效分成很多种，这边是不同种的特效哈，反正就是特效的窗格。好，那一样你可以把它缩起来，或者把它延伸哈，缩起来延伸这样，控制它的这个窗格的这个大小。OK 啊，好，那这边也一样，这个 inspector 也是一样啊，一样你可以往下延伸或缩回来。好，你只要往下延伸，这个 timeline 就会变小，所以有时候 timeline 其实是这个我们最常用的区域啦，所以基本上我们希望它越大越好啦，比较容易去控制它啦。好，所以这个你可以看你怎么样去操作啊，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好，所以这3个视窗就是我们等一下会用到操作上最常使用的视窗。好，我们现在先把它全部把它关掉，好，把它关起来，这样看起来就比较不会有这个挤来挤去的这个不方便的地方。好，那以上就是介绍它大概的画面的操作方式，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做片头。片头就是用 effect 做出来的，所以现在点 effect， 啊 effect 这里。那片头是叫 title 这边 ，title 就是标题啦，就是你影片的标题啦。那这里可以让你做一些文字的这个素材啦，哈，所以就直接点它。那点它之后呢，一样哦，你看它那个效果要稍微等一下哈，就是它有时候需要一点时间准备哈，有没有看到右边这边？你注意看右边这边哦，有没有看到？好，我在这边移动的时候，它有一个播放线，然后每个位置你都可以去，像这个，有没有？这不是很清楚，我看这个应该比较清楚，哦，这个比较清楚。好，我去移动这个预览的画面，你会看到它的效果，哦，这是时间轴，我往右边它就会开始动，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这样去预览它，不用点，你只要游标在上面滑动就可以。你滑超过范围就不会有效果了啊，所以要在这个黑黑的这个区域里头，所以你可以这样去预览，找到你要的这个片头的效果。那我上礼拜你可以等一下可以试试不同的效果了啊。那上礼拜我是用一个叫做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哦，我是用这个啦，因为我要模仿打字一个一个字出现的效果啦。好，所以我是选这个。那每个人可以选不一样啊，你可以等一下你可以试你自己喜欢的效果。那我上礼拜是示范这个。那你如果要用这个的话呢，很简单，把它按住拖到你的时间轴，然后你要放在它这边有个 V1A1，V1 就是你的画面轨。你这个要放在画面轨，有没有？你有看到一段对不对？把它，因为我们片头是最前面嘛，所以把它放在最前面，贴住，这样就加一个片头进来了。
那这个 V1 就是画面轨 ，video 画面嘛 ，video 画面轨。下面这个 A 就是 audio 的就是音轨。影片是由画面轨跟音轨两个同时结合出来的，对不对？你才会听到声音嘛。好，所以我们现在我把它拉进来之后呢，它就会多一个影片，啊，多这个片段出来。那你如果加错的话，很简单，你就这边按滑鼠的右键，把它 delete 掉就可以。delete 哦，你就按它，然后按 delete 就可以了。哦，点它按 delete 就可以，就删掉了。好，我再加一次哦。我就 media， 你看我加进来之后，它 media pool 就多一个出来了，对不对？好，它自动加出来，我现在把它关掉。我现在再拉一次哈 ，free over， 来拉进来之后呢，我靠到最前面放掉，这样就加了一个片头的效果。那你可以播看哈，我现在让它播，你要播的话可以按这个。好，控制列右边这个是以后要剪影片用的啦，就是说我有一些素材要预剪的话，这边可以用。那这边是播你的这边的这个半成品用的哦，所以我们用这个来播，现在 play 有没有？然后后面好，那停了，这边就到这边而已，后面空了，所以它就播这样。那你可以跳回最前面啊，按这个快转回到最前面，然后再播一次。或者说你按这个循环也可以啊，这边有个循环键，啊，它就播完就会循环回来播，啊，就看到。好，那我们加进来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要去改它的字嘛，改它的字，然后它的字怎么改呢？我现在 effect 先把它关起来哦，哈，这个不要的视窗关掉，因为它会占位置。我刚刚讲 inspector 这个视窗，对不对 ？inspector 就是可以改每一个片段的属性，所以你就是用 inspector 来改上面的字。好，所以你要先点一下你现在要改的这个片段，然后这个 inspector 视窗里头就会显示你选的这个片段的属性。OK 啊 ，inspector 打开，你选这个，这里就会显示这个的属性。那我们可以把它延伸往下，你就看到这边有很多。你可以去设定的这个片段的属性。那我们第一个要改的就是上面的字嘛，它这边是 sample 嘛。好，那另外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你可以用方向键去控制你有没有？我现在播放的时候我是按方向键哦，我按往右哦，它这个播放线它会动，就模拟播放的效果。好，我可以倒播，就是往箭头往左，它就会倒回来。好，有没有倒回来？它就反着播。好，你可以用方向键去控制你现在要看到的是哪一个位置的画面。好，那这个拖也可以了，你用这个拖也可以了。好，或者说直接按一下，它就跳到这个位置了。好，它有好几种，你可以去预览你的这个影片的一个操作的模式哈。方向键可以，滑鼠去拉它也可以，好，滑鼠去点它也可以，这样。那我们现在来改一下它的里头的字，这个 sample 啊，你这边看到的 sample 就是这边字是 sample， 所以这边是 sample。那我们现在把它改成我们课的名称。好，我叫它数位内容设计与制作，然后第一行叫做这个比如说期末影片哈。好，那你说，老师为什么变这个？这个好像在打麻将啊，对不对？变成这个方程之战，因为你用的字形没有中文啊，所以你换一下字形，字形在下面这边。因为你现在选的字形它不支援中文，所以你看到就是方块啊，所以你只要改一下这个字形啊，你把它拉下来，然后中文字你这边可以预览啊，好，这边可以预览，然后我记得中文字形应该是 MI 开头，我看一下啊，这个啊，min 流这个它不晓得什么中文字，明体还是什么啊？这个都可以啦哈，一个好像粗体，一个是细的，那你就挑一个，好，比如说我选这个，这个有中文就可以。
然后你可以去设定，好，这个 regular 就是它不能出题，所以只能 regular 哈。那颜色可以哦，现在是白色嘛，这个字体的颜色可以在这边设定哈，比如说把它弄个红色好了，它就变成红字，对不对？红字，好，你就挑一个你喜欢的颜色，我们亮一点的好了，好 ，OK， 这样颜色啦，大小也可以哦，啊，你可以放大一点，小一点，调到你觉得 OK 的大小。Tracking 呢，你每个都可以调看啦。Tracking 就是它的这个什么间隔啦啊、这个字的间隔。然后 line spacing 就是应该是它的哦，你可以把它调大点这样，啊，调到你喜欢的一个感觉。然后它可以调垂直的位置，上一点下一点。然后 H 就是水平的位置啊，这个都可以调。好，我要回到0的位置啊。然后来最下面这边，哦，这里可以调。我先让我播一次让你们看啊。我现在，我刚讲说，我现在跳到最前面，然后让它播，好。然后我刚刚有做循环嘛，所以它会从头播，对不对？好，它会这样播。那这个播的话呢，它就是会从头播到尾。那有时候呢，我只希望看其中某一段，我不希望从头看到尾。比如说影片我剪了3分钟，那每次从头播到尾，不是那边等到这个天荒地老啊。所以如果说我只要看某一段就好，我不希望从头看到尾。譬如说我只要看它出现的这一段，从这里，然后呢？好，我只要看它这个出现的这一段就好了，我后面就不想看了，因为它就静静的在那边嘛。那你可以设一个播放的区间，怎么设呢？右边这边有2个按钮，有没有啊？这个叫 mark in 跟 mark out，mark 就是一个标注啦，啊 ，mark 就把它打标签了。这边可以设定它播放的一个区域。那假设说我现在把这个播放线放在我要看的开头的位置，啊，假设我要从这边开始看，好，要不然假设我们从这边中间开始看好了，假设我从这边开始看，好来，我先把它放大哈，你可以把这个时间轴放大，像这个呢，因为它很短，所以我希望把它放大比较好去拿捏，好，我现在把它放大，好，这边按钮。这几个按钮可以控制它时间轴，你要放大还是缩小？那预设有3个模式啊。你如果想要直接快速转的话，有3个模式可以转。那你也可以用这个来控制它啊。这个是让你随意去设定的。那我现在把它放大一点，假设我现在要从这边开始播好了，好，我要从这边开始播，所以我就按左边，有没有看到我滑鼠的位置？左边这个按钮，点下去。然后你注意看，这边有多了一个灰线出来，这边多了一个灰线。我再做一次哈，比如说我现在把它消掉，不见了哈。我现在游标哈，我的播放线停在我要开始播的位置，然后按一下左边啊，这个第一个按钮，我现在点下去，你注意看哦，它有一个灰线会跑出来哦，啊，灰线跑出来，就是它会从这边。就是你要播放了开始的位置，然后我把游标移到我要播放结束的位置，假设是这里，然后我再按右边这个按钮，它这个灰线就会设定在这一段区间，刚刚的头跟尾嘛，哈，这个你可以去拉它哈，这个你可以再去改它，好，你改它，好，你设完这个播的区间之后呢，要按一个特殊的按键，不是按这个哦，按这个没有效哦。啊，不是按这个，你要按 ALT 加斜线 ，ALT 加斜线，键盘上的，我先按下去，你看一下，哦，它就开始播我设定的这个区间，它就不会播其他的位置，这样你就可以很快的去看你要看的那一段就好，不需要从头播到尾。很完了，因为我这边有 loop 了，所以它会一直播，我现在 loop 拿掉。哦，它就不会播了啊，所以这个点下去，它就一直重播。然后你如果要，比如说我现在让它，我再按 ALT 斜线一次哦 ，ALT 斜线，它会一直播嘛，对不对？那我要停，老师我要停怎么办？就按这个暂停就好了。
一样是这个暂停键，按下去就停。你要从头播，一定要按 Alt 斜线你按上面这个播放键，它不会有这一段播的效果，它就是用正常的播放的效果。这是操作的一个技巧。OK 你们可以练习一下，这个很好用。好，我现在停掉那你如果说老师，我先要改一下，那你就把它拖一下嘛。这个头尾可以改像譬如我现在要看这一段，那你就把它移一下，然后按 Alt 斜线，那就开始播这一段。就会你可以去改你要播的位置。然后我现在把它关掉。另外一个是说，那我设了之后，我怎么把它清除？清除键也是用一个特殊的按键 Alt X， 就会这个灰线就会清除。要不然它到时候会干扰你这个最后要做成品，它最后要做成品，它只会做你灰线这一段所以你要做成品的时候，要把这个灰线把它拿掉。所以用 Alt 加 X， 我现在按下去Alt X， 好，就是清掉了。你在最后要做出成品之前，要把这个清掉，要不然它只做你设定的这个区间而已。好，那我再做一次就是你要播的位置设到你要播的位置这个播放线，然后按第一个右边的倒数第二个按钮，点下去会有一个灰线出来，然后你再点到你要停止的位置，然后按这个最后的最边边这个按钮，然后这个灰线就是你播的一个区间，然后你要播的话要按 Alt X， Alt 斜线。然后你可以利用这个循环按钮去决定你要不要重复播，不想重复播就把它取消，它就会停下来。然后你要取消的话，按 Alt X， 这样就把它取消。这是一个操作的技巧。好，那刚刚讲这个就是说我要去看我们这边，就是它这个字幕出来的效果啦。来我们看一下字幕出来的位置是。你可以这边找一下它在这边结束嘛，对不对？我们现在把它设一下，然后让它播放一下，那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我是觉得它出来的有点快啦，就是说这个字出来的太快我如果要希望它慢一点，不要那么快，因为字太快，有时候你看的时候会来不及看，觉得比较赶。看影片就觉得比较喜欢轻松一点，就是不要那么快有时候这个眼睛一眨，这个细节就不见了。好，那我们要把这个它字出来的速度把它变慢呢，就是利用我刚刚讲的这个我现在点一下，回到我们 Inspect 这边下面这边有一个 Animation， 就是它的动画的效果。动画里头有一个叫 Delay， 这个是控制每一个字出来间隔要多久？那现在是2嘛，2表示呢，你如果把它数字增加的话，它就会出来的比较慢，因为它会 delay 的比较久。所以我们这边可以试一下譬如说我把它变成这个比如把它变成3看看3.0，刚刚是2嘛，3.0，按 Enter， 来，我来，你注意看你我现在回到我们 timeline 刚刚这个位置是结束嘛，但是你现在看到它还没结束，所以它的时间有变长因为刚刚在这边它是所有字都出来，但你现在它还没全出来嘛，所以它往后延。所以因为你改了 delay， 所以变成你要到这边字才会全部出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我现在把它拉长，按 Alt 斜线。这样有稍微比较延长了嘛，对不对？你如果觉得还是太快，我们可以再加。每个片头的动画属性都不一样我现在示范是我们这个 flip over 的一个做法那你如果用别的话，你可能不同的属性你要自己去试看看它每个特效的可以控制的属性都不一样。Enter， 好，来，我现在再把它移到，来，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 ，Alt 斜线。这样感觉上比较不会那么快。好，那假设我们就这样，好，我们就这样，就这种速度来出现片头的字好，那这个你要看一下，这样我们到这边到底花了几秒钟？这边有没有2秒钟？所以这大概是3秒钟。
这个大概是3，哦，它这个一个刻度这边是1嘛，这个是1嘛，这个是2嘛，这个是3，这个是，所以我们现在到这边动画开始到结束花了3秒钟。哦，你在做影片的时候，那个秒数很重要，你要知道它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哦。好，那3秒钟，那3秒钟之后呢，我们希望影片就这个片头会稍微停一下哦，让使用者可以看清这个片头了。所以我们这边大概会留个这边几秒，这边大概5秒了，好，5秒，我们3秒钟到5秒应该差不多。哦，就是3秒钟动画结束，然后留2秒钟让这个片头就直接静止在它的这个画面上，这个 OK 好，就是让使用者可以看一下清楚这个片头。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底色，底色现在是黑色的嘛，啊，现在黑色看起来比较单调。那我们底色就是加另外一段画面变成底色。那底色呢，我们一样是用 Effect， 我现在先把这个 Inspector 好把它缩起来，啊，然后我们回到 Effect 这边。好，刚用的 effect， 再把它展开，然后呢，在右边这边我们刚刚用到是 title 嘛，就是文字嘛。然后我们现在 generator 可以让你产生一些素材，就是颜色的素材，我们用 generator， 好，所以这边选 generator。generator 的话呢，这边就有一些像这个也有动画哈，等一下，它要来有没有看到？它这个可以做背景的一些波浪的动画啦，哦，那这个是做有点像，这个有点像那个发霉的效果。好，那我们可以用个纯色的啦，Solid Color 就是纯色的，那你要用渐层色也可以啦，啊，那这个是就看你的影片你设计要用什么方式。然后假设我做一个纯色的好了，好，我希望在画面片头的底加一个纯色，让它有颜色，所以我现在呢，就把它拉到我的第2个画面，因为它要叠在一起嘛，所以我要拉到第2个画面轨，2个会叠在一起，好，就同时会出现。我先把它放开啊，哈，放开。那放开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你说，老师为什么全黑了？为什么全黑了？因为你这个画面轨它有层次。你放在上面的会盖掉下面的，所以它把下面的字盖掉了，所以就变成全黑。因为它目前预设就是黑色，所以我现在要把2个兑换，我要把这个刚刚的文字这个画面轨移到上面来，它才会不会被底色盖住。好，所以我现在你要移上来，就是按在游标这边哈，就是这个片头前面这个部分按滑鼠的右键啊，然后选择 Move Track Up。好 ，Move Track Up 就是把这个 track 这个轨把它往上移，有点像那个 Word 群组的往上一层。啊 ，Word 不是可以有很多层嘛，对不对？你在画图的时候，所以我现在 Move Track Up 有没有就上来了？刚刚的这个字就上来了，然后这个变成底色。好，所以你要看到的内容跟你那个画面轨的次序有关系哦。上面的会盖掉下面的。那这个字因为其他地方是透明的，所以它不会盖掉下面的颜色。好，字之外它是透明的。啊，这个字是有内容，但是字之外的这个空间它其实都是透明的。啊，都是透明的。好，我们现在来换它背景的颜色哈，所以我们现在再一次，我现在把这个 effect 关掉，没有在用就关掉。我现在回到 inspector， 然后你有没有看到这边颜色是黑的？好，所以你看到的是黑色。那你要注意哦，你这个 inspector 开启之后呢，你点不同的片段，它会显示不同片段的属性哦。有没有看到？我现在点刚刚的文字，片头文字，它这边就显示文字的属性。我再点回这个背景，它就显示背景的属性。所以你在这个 inspector 这边，你要注意你现在点的是什么东西哦，要不然你会改错哦。啊，你说点这个然后去改，就改，发现啊，我怎么改错了，那就麻烦。好，所以你选了这个 inspector 之后呢，你要确定你现在点的是你要改的那一个片段。好，我现在点回到我们的这个底色这边，好，然后我现在改它的颜色。好，然后假设我也不是美术的专业了，我现在就是随便试看看，好，觉得看起来比较漂亮的就好。黄色配什么比较好看啊？
有没有人可以建议一下？这个好像还可以。有没有人学过设计？这个好像还可以了啊。假设是这个啦哈，随便乱点 ，OK。这边看起来还好，可是好像不够亮哦，觉得有点那个不是那么的亮丽。好，你们等一下可以自己选一个搭配起来好看的颜色了啊，至少这样还算清楚。所以我现在选那个底色了哈，所以搭起来就这个感觉。那你可以拨拨看哈 ，LT 斜线这样，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拉长一点，好，搭整段啊 ，LT 斜线这样。好，后面我们空了大概2秒钟，好，现在结束，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做一个转场，所以大概2秒钟是 OK 的。再来，我们要加一个音效，哦，这样那个影片没音效，听起来就觉得很无趣哈。那音效呢，我准备一个打字的，就是说它在字出现的时候会打字，的声音，表示它在打这个片头的一个效果啊。所以打字的音效我也准备好了，在我们的素材里头。这边有个键盘打字声在这里啊，我直接把它拖下来，放到我们的达文西的音轨。好，音轨我放在第一个音轨，这样就一样把它贴到最前面，啊，贴住。然后我们来拨拨看，啊，再拨一次哦，现在 LT 斜线哦。好，这样就有效果，对不对？就有点像打字的效果，但是你有发现，它前面的音轨这一部分它是没有音效的，就变成它这边有字，它这边没音效，所以我们要把这一段剪掉嘛，对不对？这一段不要用嘛，有没有看到这一段？哦，这一段是平平的，这是它音波的高低，你可以把它放大一点哦，哈，放大一点。好，这一段是平的，表示这一段是没有声音的。那没有声音，你放在这边，就前面就会就会怎样，就会露出马脚了。在有字但是没声音嘛，对。所以我们这段剪掉，很简单，你把游标移到这一段的前面哈，它会有一个这个符号，表示你可以按住它往后拖，哦，往后拖就可以拖到你要的位置放掉。那被你拖过的这些就不会用了。所以它变短了，我现在把这个再往前移，这样，好，这样的话它那一段就会被跳过去，好，一开始就会有音效，它声音跟那个会有一点点落差啦，这个等一下你要把它整个片段把它做出来才比较准了哈，因为它这个是预览，所以它的处理速度可能没那么快，好，但是你看就知道这边有没有裁掉了。那一样啊，你后面，譬如说这边，我现在按方向键往后退哈，它会有音效。那这边你这边字都出来了，你后面照理说就不会有打字声了，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在出字啊，所以我们后面这边也要剪掉。对，这边字出完了，所以这里的声音我们要把它裁掉。那跟刚刚一样的方法哈，我现在把它稍微把它调这样，它有点长哈。我先把这个 inspect 关掉了啊，这样看的比较大。我这一段都不要用，对不对？我只要从这个播放键左边这一段要用，右边不要用。那一样的方法，你把游标移到这边，然后把它拖回到这个，放掉，好，那一段就被卡掉了，就用这一段就好了。好，那我们来试看看哈。好，我们现在让它再播哈 ，LT 斜线。你如果要打字，我音效可以给你。啊，你如果自己想加其他效果也可以，你不一定要跟我一样，我是教你们技巧。啊，你可以自己去组合，是吧？好，那后面就没有声音了嘛，对不对？这样才正常啊。OK 啊，这样配上打字的音效，那后面我们就会加背景音乐出来。好。那这个好，这个应该就是我们上礼拜做的。那我们今天第一阶段先让你做成这样，你们上礼拜应该是。